认识奈娜之后，我以为找到了可以和自己相守一生的人。在我听到奈娜打了那个电话之后，才发现自己被骗了。之前我已经付出了50多万的代价和一份纯真的感情。既然你这么无情，那就别怪我无意。一个报复他们的计划油然而生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杨志，今年30岁，这在农村算上大龄青年了。和我一起长大的小伙伴，孩子都会打酱油了，可我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同村的那些女孩，我几乎都像了个遍了，相中我的却一个都没有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在陌陌上注册了一个账号，希望能找到和我一起过幸福生活的人。虽然我也关注了好多女孩，可连一个理我的都没有。正当我哀叹命运不公的时候，一个女孩关注了我，心情格外激动。我犹豫着打了个招呼，没想到她竟然回复我了。聊起来才发现，她和我之前像的那些女孩有明显的区别。之前的那些女孩总是问房子、车子、票子什么的，而这个女孩则是主动和我介绍了她自己的一些情况，这让我觉得她是带着诚意来相亲的。她叫娜娜，和我同龄，最主要的是和我在一个城市，并且距离不算远。她希望找到一个一起过日子的男孩，而我正好符合她的条件。很快，我便和这个叫奈娜的女孩在一家不大的餐厅见了面。她穿着很朴素，一身洁白的连衣裙，脚上穿着粉白色的休闲鞋。见到我的时候，她微微一笑。我和奈娜聊了没几句话，就感觉很投缘。我想，那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女孩。吃完饭之后，我准备买单的时候，服务员说已经买过了。我看了一眼娜娜，她对我笑了笑。我更加认为她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女孩。刚回到家，就看见奈娜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问我有没有到家。就连吃饭的时候，她也会给我发一条消息关心我，叮嘱我按时吃饭。娜娜对我的关心真的做到了无微不至。这段时间里，我和娜娜几乎是天天见面，两人形影不离，就差点要领证结婚了。那天我刚下班，和往常一样给娜娜打电话，可等待我的是提醒我对方的手机已关机的机械女声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手机没电了？等我吃过饭，再次拨打了奈娜的手机，还是关机。我感觉到情况不妙，娜娜不会出事吧？这一夜我拨打了10几次，仍旧无法接通。难道她不愿意理我了？我觉得不可能，我们聊得好好的，怎么说不理我就不理我了呢？第二天一早，我便来到了奈娜住的地方，敲了敲门，没人答应。在门口徘徊了很久，都没有看到奈娜。她会去哪了呢？好像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一连几天不见奈娜的踪影，急得我就像得了失心疯一样。终于在1周之后，我又一次拨打了奈娜的手机。本来已经不抱希望了，可喜的是竟然拨通了。娜娜，是你吗？我惊喜地问了一句。那边没有回答。娜娜，你说话呀！我焦急地问道。杨志，娜娜话还没说2句，就呜呜地哭了起来。听到哭声，我连忙问道：娜娜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杨志，对不起。你先别说对不起，告诉我你在哪里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娜娜告诉我地址之后，我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来到了目的地。娜娜就蹲在了马路旁边，无助地抱着手臂。娜娜，我大声地叫了一句。娜娜看到我之后，站起来扑在了我怀里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娜娜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问她。杨志，对不起，这几天我没接你的电话。我抹了一下娜娜的眼泪。有什么事还不能告诉我吗？娜娜停住哭声。杨志，
这几天我被我妈关在了家里，她还拿走了我的手机，逼着我相亲。我一听娜娜的话，心里一震。娜娜，你答应了那个男的？此刻我的心凉了半截。娜娜摇了摇头，没有，我没答应。可是这件事拖不了太久。娜娜，我不会叫任何人把你抢走的。可我妈已经收了男方的钱。娜娜喃喃地说道。娜娜，我很喜欢你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听了娜娜的话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不，娜娜是我的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把她抢走。娜娜，你告诉我，阿姨收了人家多少钱？我问她。20万。娜娜轻声地说道。20万吗？我给你。我想也没多想。杨志，你真的是爱我的吗？娜娜瞪大了眼睛看着我。傻瓜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问这么幼稚的问题。杨志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以后不要丢掉我一个人好不好？娜娜趴在了我的怀里。娜娜，你放心，我会不叫人把你从我这里抢走的。你给我2天的时间，我把这20万凑齐。娜娜在我怀里点了点头，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。打工的这几年，我也有了一些积蓄，然后又从朋友那里借了几万块钱，凑够了20万。本来我想着存着这些钱在县城买房子的，没想到这一下子就全掏出来了。娜娜，钱我凑够了。娜娜看到我手里的银行卡，脸上露出了微笑。杨志，真的谢谢你。说着，她还主动地亲了我一下。走，我现在带着你去见我妈，把人家的那20万退掉。娜娜带着我来到了家里。娜娜家是一幢小别墅，虽然算不上大富，但比我家过得好多了。走进院子里一看，竟然还停着一辆奥迪。娜娜，这车……别说话，跟着我进屋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娜娜叫了一声。哟，还知道回来呀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？这时候，我看到一个浓妆艳抹的妇女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当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的时候，露出一副鄙夷的眼神。娜娜，这是谁？娜娜妈冷冷地说道。他是我男朋友。就在娜娜说完这句话，娜娜妈顿时火冒三丈。好啊，娜娜，我管不了你了吗？家里给你介绍一个对象，你竟然……你是不是想把我气死啊？阿姨，我和娜娜是真心的。我连忙说道。真心？哈哈，别给我谈什么真心。你看看那辆车，100多万，你能买得起吗？还有，你看看你穿的一身破破烂烂，哪里配得上我家娜娜？妈，你别说了行不行啊？杨志他很努力的。娜娜急得快要哭起来了。娜娜妈说的，我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。从小到大，我还没受过这么大的屈辱，可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。刚来就受到这么大的屈辱，我转身要走，被娜娜拉住了。杨志，不要走，要不是为了娜娜，我真的扭头便走。娜娜，别拉她，叫她走。娜娜妈，这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我呀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杨志是带着诚意来的。娜娜急切地说道。诚意？诚意在哪呢？我可没看到一点诚意。娜娜扯了扯我的衣袖，我没有作声。妈，这是杨志带来的20万块钱。娜娜掏出了那张银行卡。娜娜妈伸手要夺去，娜娜一缩手，她夺了一个空。妈，这20万可以给你，可你收的人家的那20万要退掉。妈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你不退掉这些钱我是不会给你的。娜娜坚定地说道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我下午就退了。你们也累了吧？进屋里来休息一会。娜娜妈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。进屋之后，娜娜妈又是端茶倒水，又是嘘寒问暖的。杨志，其实我妈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刚刚她可能是在考验你，你可不要生气。娜娜，我没生气。此刻的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娜娜妈嘻嘻一笑。是啊，娜娜说的没错，
刚刚我那是考验你有没有真心。我对娜娜妈感到一阵无语，没想到她会变得这么快。吃过饭之后，我告诉娜娜我要回去了。娜娜说要我等等，她要跟着我一起回去。听到娜娜这话，我惊讶了一下。娜娜这是要跟我回家吗？我在县城打工，租了一个小小的卧室，我怕娜娜住不惯，便说道：娜娜，你还是在家吧。可娜娜说什么也不听，非要跟着我回去。娜娜叫我等一会，她去换身衣服。半小时之后，娜娜出来了，一改往日的装扮。此刻娜娜换上了黑色的外套，脚上穿着黑色的高跟鞋，肉色的丝袜。看到娜娜这个样子，我忍不住吞了吞口水。特别是娜娜的丝袜，更能显出她修长的大腿。刚到我住的地方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抱住了娜娜，两只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她的腿。娜娜，我这一辈子都会爱你的，我也会爱你。娜娜说着闭上了眼睛。我更加肆无忌惮了，把娜娜放在床上，脱掉了她的高跟鞋，刺啦一下，衣服被撕开了。啊，我的衣服！她话还没说完，我便压了上去。5分钟之后，娜娜像个温顺的绵羊一样躺在了我怀里。生平第一次享受到那珍贵的5分钟，我还在闭着眼睛回味刚刚的味道。我和娜娜腻歪了很久，才从床上起来。我这地方小了点，你不介意吧？我对娜娜说。哎，这也不错呀，出来打工就得节俭吗？我的丝袜被你撕坏了，给我买1双去吧。1双怎么能够啊？要买也要多买几双。我不怀好意地笑道。随你吧。就在我和娜娜逛街的时候，突然被她拉着往里面快走了几步。娜娜，你怎么了？我不明所以地问道。我肚子有点疼，想上个厕所。娜娜说。我看了看周围，还真的不好找。过来一会，娜娜说肚子不太疼了，要和我一起回家。本来我想在这边吃过饭再走，可娜娜说这边的太贵，非要去我住的那边吃点。这可是个会过日子的女孩，看来我的选择没错。一天，我下班刚到家里，看到娜娜坐在床上哭了起来。娜娜，娜娜，你怎么了？这几天都好好的，今天怎么哭了起来？娜娜抹了抹眼泪道：杨志，我这不是哭，我是在高兴。高兴，那就应该笑一个，怎么还哭上了？可是我又想哭，说着又呜呜地哭了起来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说说什么事。我抹了抹娜娜的眼泪。杨志，你不是一直想和我结婚吗？我妈同意了。娜娜笑着说道。真的吗？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我还以为娜娜妈会各种刁难呢，没想到她这么快就同意我俩的婚事了。娜娜点了点头道：可是我妈说了，要结婚就得答应她的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你倒是说呀。我有些迫不及待了。杨志，你也知道，我下面还有个弟弟，我弟弟结婚也需要彩礼，所以我妈说只要你再拿出30万，我妈就同意我俩的婚事。娜娜道：30万？阿姨有没有提房子的事？我问娜娜。娜娜摇了摇头。我想了想，刚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掏了20万了，现在又要30万，一共50万。要是能结婚也值了。我想也没想便答应了。你放心吧，这点钱我还是有的。我刚说完，娜娜就吻了我一下。我知道你不会不要我的，杨志，我这几天就回家去，你也准备一下，到时候好迎娶我。你别着急走，等我把那30万凑齐了，你带上，好叫阿姨看到我的诚意。我答道：我相信你。娜娜说道：父母早就知道我谈了个女朋友了，当我开口要30万的时候，他们一刻都没有犹豫，第2天就把钱给了我。我把钱交到了娜娜的手里。娜娜惊讶道：这么快就凑够钱了？我妈在家里做点小生意，所以杨志，不用说了，我理解叔叔阿姨的心情。你放心，等我们结婚了，
我一定好好对待二位老人的。”娜娜感动的似乎要哭了出来。娜娜回去的几天，我天天和她打电话，我真的一刻也离不开她了。有一天下班之后，同事叫我去酒吧放松一下，可我都是有女朋友的人了，怎么还能逛这种地方？我心里还想着娜娜，要是这么做的话，我岂不是很对不起她？可不去的话，又对不起我这些好哥们。因为第一次去酒吧，所以我特意装扮了一下，省得被别人发现是我。我戴上了帽子、口罩等装备，我想这样应该认不出来是我了吧。即便这样，走到酒吧门口的时候，我还是停了下来。直觉告诉我，这地方不能进。同事们笑话我，说下次再也不带我来这里玩了。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酒吧门口旁边的一辆车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辆车不是娜娜家的那辆奥迪吗？怎么会出现在酒吧门口？难道是娜娜也在酒吧？怀着一颗好奇心，我悄悄走了进去，找了一圈，并没有发现娜娜以及她的家人。就在我准备回去的时候，隔壁房间打电话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听着声音似乎也很熟悉，虽然声音很小，我仔细一听，竟然倒像是娜娜的声音。难道娜娜就在这包间里？本来我想推开门进去看看，可理智告诉我再等等。我把耳朵贴在门上，终于听到了谈话。娜娜，那30万到手了吗？我听出来了，这是娜娜妈说的话。妈，已经到手好几天了。妈，我不想这么干了。娜娜道：“不干，不干哪里挣钱去？我还真没想到啊，一个穷小子这么快就把钱凑够了。依我看，那小子家肯定还有钱。娜娜，这样吧，我们再骗他一笔钱。恰巧我租的这别墅也快到期了，等钱到手，我们一起离开这里。”听了这话，我心里非常震惊。原来他们母女2个都是骗子，合起伙来骗钱来了。妈，杨志是真的喜欢我的，我不想。娜娜在电话里为难道：“傻瓜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你放心，干完这一票，我们就不干了。”娜娜妈道：“那好吧，不过几天之后他就要迎娶我了，怎么办？”娜娜道：“你放心吧，我这边都准备好了。到时候你俩结婚了，钱的事你管着，等差不多了，找个时间脱身。”听到这里，我本来想冲进去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，难道我对他还不够好吗？可是这样一来，我那50万还能要得回来吗？我站在酒吧门口想了好久，才想到了一个办法。结婚的那天很快就到了，迎娶娜娜的时候，娜娜妈说要拿10万块钱的上车费，我想也没想，拿出10万块钱。娜娜妈愣了一下，估计没想到那10万块钱掏得这么干脆吧。娜娜倒是处处维护我，给我退回来5万。不过我并没有感激她，心里却在想，真会装，迟早有一天我会叫你们一无所有的。因为结婚，我把之前租的房子早就退掉了，换了一个2室1厅的房子来住。结婚之后没几天，发了工资就1分不少的交到了娜娜的手里。娜娜看了之后似乎有些感动，不过这种表情一闪而逝。半夜，我看到娜娜睡熟的时候，自己一个人悄悄起来，进去另一个房间，打开了电脑。一连几天我都是如此。这天半夜，我醒来了，却没有起来。娜娜叫了我2声，我哼唧了2下，假装睡着。她一个人蹑手蹑脚走出了卧室。当我听到开门的声音后，我知道娜娜进入了另一个房间。我笑了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我想，我的计划正在一步步实现。因为是周末，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去上班，而是给娜娜发了一个非常大的红包。娜娜点开一看，惊讶道：“杨志，你不是刚把工资给我了吗？怎么还有？”我笑了笑，
对内娜说道：“这段时间我在搞一个兼职，我发现收益还可以，这几天的时间就挣了将近1万块钱。不过这种也有风险，所以我没敢和你说啊。既然能挣钱，为啥不和我说？”娜娜的语气中似乎有些不满。我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先勾起娜娜的兴趣，然后言明利害，这就是博取娜娜信任的第一步。我挠了挠头道：“娜娜，这事你就别参与了，反正我挣的钱都给你，你就好好收钱就行了。”我这话刚说完，更引起了娜娜的不满。杨志，我们是不是夫妻？当然是了，我们结婚差不多1个月了。我说道。那好，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能把挣钱的方法告诉我？现在我弟弟等着结婚，挣了钱，我妈也会夸你的。我内心呵呵笑了2下，夸我？你们母女俩合起伙来骗了我50多万了，早晚我会叫你们分毫不少的还给我。现在时机差不多了，不过火候还不够，我还要再添加一把火。娜娜，你也知道，这就像是赌博，输了之后可就血本无归了。我觉得只有这样，才能更加准确地拿捏娜娜的那点小心思。杨志，我相信你不会骗我的，好吧？既然这样，我就交给你。不过你可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娜娜笑着点了点头。依旧是半夜的时候，我叫了一下娜娜，穿上衣服后，我俩就来到了隔壁的房间，打开电脑，再打开桌面上的快捷方式，输入密码之后就可以玩了。斗地主，娜娜惊讶道：“不错，我们玩这个就是挣钱。你先看我操作。”接着我就用银行卡往里面充值了1万块钱，买了10万个欢乐豆。没几圈下来，我的欢乐豆就赢了20多万，然后又把这些欢乐豆兑换成钱，扣除手续费之后还剩1万多，也就是这几圈下来，我挣了好几千块钱。咦，你怎么不玩了？娜娜问我。这都是有时间限制的，我的金额小，只能玩这么长时间啊。原来是你缺钱啊，我这有啊，绑定我这张银行卡呀。娜娜急切地说道。今天是不行了，只能等到明天了。走吧，还是睡觉去吧。我拉着娜娜走进了卧室。这一夜，我感到娜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不过我睡得却是非常舒服。到了第2天的半夜，我正在睡熟，就被娜娜迫不及待地叫醒了。打开电脑还没开始玩，娜娜就把她的银行卡给了我，绑定上之后，果然玩的时间长了一些。由于我玩斗地主时失误，输了一把，把娜娜急得差点就想咬我，不过还是赢了几把。由于充值的钱多，几圈下来挣了小万把块钱。把钱提出来之后，娜娜非常高兴，说是要奖励我一番，叫我等一会再进卧室。半小时后，我走进了卧室，发现娜娜竟然穿上了丝袜、10公分左右的高跟鞋、连体短裙。看到我进来之后，她用手指勾了2下。来呀！我吞了吞口水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娜娜呵呵一笑，我就等着你把我收拾得服服帖帖呢，可别整个几分钟就完事了。我把所有受到的屈辱都化作了动力。娜娜在我的攻势之下，终于求饶了。一阵风雨之后，娜娜躺在了我怀里。没想到你体力越来越好了，睡吧，明天我们好好赚钱。我搂着娜娜说道。老公，我想了想，明天你能不能把那个链接发给我，我们一起玩？娜娜娇笑道。没问题，明天我就把链接发给你，记住千万别贪，一定要及时收手。娜娜点了点头，说一切都听我的。早上刚醒来，娜娜就把早饭做好了，端到了我面前。老公，吃饭了。这也是娜娜嫁过来之后第1次做早饭。吃过饭之后，娜娜的手机响了。娜娜说去外面接个电话。
我隐隐约约地听到是娜娜妈打来的。娜娜妈，娜娜，你和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娜娜妈，这个你就放心吧，我是亲眼看到杨志挣了钱的，而且昨天晚上用我的卡充值了10万块钱，几圈下来挣了小万把块。娜娜妈，娜娜，这是我怎么觉着有些怪异？小心你被杨志骗了。娜娜妈，你就放心吧，现在我和杨志都结婚了，他不会骗我的。你看他老实的那个劲，会骗人吗？这倒是不会。娜娜打完电话，我就问她发生了什么事。娜娜告诉我，她给他妈打了一个电话，把昨天挣钱的事情说了一番，希望他妈参与进来，这样可以一起挣钱。听了娜娜的话，我笑了，我觉得大鱼快上钩了，等的就是你们。晚上的时刻终于到了，我登录上软件之后，就给娜娜发了一个链接，叫她下载后一起玩。我在我的电脑上看到娜娜的账号上充值了10万，这个就是娜娜的账号了。接着另一个账号又充值了10万，这一定是娜娜妈的账号了。很快的，他俩赢了几把，而我也退了出来。来到卧室之后，娜娜还在手机上玩，我就问娜娜挣了多少钱了。娜娜让我不要打搅她，等玩够了时间。娜娜一查，挣了1万多。不过我看娜娜脸上并不是很高兴，难道这1万多还满足不了她的胃口吗？娜娜，你怎么了？还不高兴吗？我问她。娜娜道：你也知道我弟弟结婚。娜娜，我知道，我很理解你。如果你充值太多的话，兑现的时候就会有延迟。我越是这样说，娜娜却越想试试。第二天，娜娜充值了20万。不过这次我却只看到了一个账号，难道娜娜妈今天没完吗？娜娜很快就挣了2万多，我叫娜娜明天到时间把钱提出来，娜娜却说钱反正是跑不了。然后她拿起电话给娜娜妈打了过去。娜娜妈，你今天挣了多少？娜娜妈今天没完，有点事耽误了啊。你怎么这样啊？今天我挣了2万多。娜娜妈听了娜娜的话道：真的吗？你又挣钱了？当然了，我给你看下余额。说着，娜娜把截图给她妈发了过去。娜娜妈看了之后道：还真的是啊，我还想着见好就收呢。那个杨志在你旁边吗？此刻的我早已走出了卧室。娜娜小声地说道：没有，杨志不在。娜娜妈，娜娜，杨志还有多少钱？娜娜，杨志每个月都把工资交给我，手里有多少钱我不太清楚。这几天玩游戏好像挣了不少。娜娜妈，这样，娜娜你听我的，你叫杨志把他的银行卡绑你账号上，明天咱们玩个大的，赢了之后想办法离开。娜娜沉默了一会道：好吧，妈，我都听你的。第3天的时候，娜娜早早做好了晚饭，还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老公，我知道你这段时间上班很辛苦，这些都是我该做的。娜娜又笑道：老公，能不能把你银行卡号绑定我账号上，这样我们是不是额度就会大一些？这你也知道玩这个有风险的，玩小一点赔了也没事，而且额度大的话，提现的时间就会变长。老公，你就满足我一下嘛。娜娜开始撒起娇，而我最见不得女人撒娇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同意你的要求，不过我没有多少钱了，就几万。我装作很不情愿的样子。那也行啊，我这几年省吃俭用下来，也存了不少呢。那你存了多少？我问了一句。不告诉你，这是我的秘密，这些钱都是留给咱俩养老的。娜娜笑道。我也笑了笑，没有继续问下去，而是把自己的银行卡递给了娜娜。这里有5万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娜娜听了我的话，似乎有些感动，不过还是把银行卡接到了手里。一到时间，
娜娜拿起手机来开始玩游戏，而我则是躲在另一个房间。打开电脑登录上游戏之后，看到一个账号充值了50万，我知道这是奈娜的账号。不一会儿，又一个账号登录上来了，这就是奈娜妈的账号了吧？竟然充值了近100万。看到这个数目，我着实有些吃惊，没想到她竟然这么有钱。就在他们充值完钱的那一刻，我笑了。他们不是喜欢赢欢乐豆吗？我就多送给你们一些。我这个精通计算机编程的高材生，开发这种小游戏不是轻而易举的吗？想兑换多少欢乐豆，我给你们就是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一看娜娜妈明天大约能提现150多万，而娜娜能提现70多万。只不过这些只是数据，到了明天，他们1分钱也提不出来，因为这些钱将会转入我另一个账号。娜娜一看后台的额度，突然叫道：“老公，我们发财了，明天我们就看房子去。”我内心呵呵笑了2声。明天不知道你会在哪里呢？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娜娜不见了。我知道天还没亮她就走了，我没有留她，我只是叹了口气。那份纯真的感情好像并不存在这个世界上。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回来了。不过游戏里的那些钱她是带不走的。我退了房，这里也不是我待的地方了。我注销了自己的手机号、微信号。如果那天在酒吧我没有听到那些话，可能我现在就一无所有了。所幸我知道了一切，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对他们的惩罚。我和娜娜的缘分就在这里结束了。我带着200多万从这个小县城消失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